蓝家现在罚的是越来越狠了，几个小朋友溜出去和鬼将军一起夜猎，回来正好被蓝启人撞见，年纪大了气血嗖嗖上冲，让小朋友们立刻去倒立抄家规，好好反思一下自己。熟悉的墙根，熟悉的姿势，魏无羡嘴里啧啧道：“说你们就不长记性呢？怎么现在迷上倒立了是不是？”蓝景怡嘴巴里叼着墨鹅，嘴里含糊不清道：“谁知道蓝先生刚好下山啊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。”魏无羡蹲下身数数那踏家规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应该是比上次多了1倍，慢慢抄，不急。”哈哈哈哈！蓝景怡无声的控诉他，魏无羡又拍拍他的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当锻炼身体，增长修为。实战中不仅需要善于运用灵力，强大的肉身也不容忽视，有时候能帮你抵挡一部分攻击。你看你们寒光郡。”蓝忘机刚检查完那边几个小辈抄的家规，就见魏无羡悠悠飘过来，靠在自己身上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胸膛，道：“这拍起来多瓷实。你们都说寒光郡灵力充沛，剑道卓绝，但如果比近身格斗，你们寒光郡也不会落于下风。该都看过寒光郡练道力吧？现在让你们练练，还怨声载道，好意思吗？看看这多结实，要不要摸摸看？谁敢摸寒光郡啊？”魏无羡一脸笑嘻嘻，手胡乱在蓝忘机身上摸来摸去，活像个轻薄深闺闺女的登徒浪子。蓝景怡和其他几个小朋友简直没眼看，索性闭上眼睛，眼不见为净。结果又听魏无羡声音从那边传来：“观音庙那次都见过吧？寒光郡不仅臂力好，腰力也是一等一的好。蓝景怡实在觉得他吵得慌，大声道：“你如何得知寒光郡腰力好？你能不能别再说话了，安静一点好不好？”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笑眯眯道：“寒光郡腰力好不好，这我可最有发言权了，倒是可以。”蓝忘机一个眼神制止住了他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缩回手，一脸无辜：“好，不说了，蓝湛，回晋室等你啊。”蓝景怡翻了个白眼：“成天嘴上说的比谁都厉害，跟寒光郡一比还不是差远了？哎呦，你打我干什么？”魏无羡折回来敲了他一记暴力，毫不客气道：“打的就是你，本老祖今天回去就练，等什么时候咱俩过2招，到时候可别去寒光郡那里告我状。”说完，魏无羡朝一排排小辈们招了招手，声音欢快道：“孩儿们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晚上，竟是：“哎呦，蓝湛，扶着点我不行了。”魏无羡一脸苦恼，眼前尽是的东西都倒了过来。蓝忘机扶着他的腰道：“只过了1炷香。”魏无羡胳膊泛酸，哀嚎道：“怎么才1炷香？我感觉过了好几个时辰。”蓝湛，蓝二哥哥，行好，让我歇一会儿。蓝忘机岿然不动：“是你说要与景怡比试。”魏无羡瞪大了眼睛：“蓝湛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今天一回来就让我练倒立，是因为我今天扬言要跟蓝景怡那孩子比试吧？我跟他胡说的啊！”并不仅限于此，蓝忘机抽出一只手扶上他的腰，淡声道：“你的确应该锻炼。”魏无羡有点一头雾水，突然感觉蓝忘机的手在敏感的腰窝处摩挲了几下，某件事后经常会有的那种微妙的酸痛感慢慢浮现出来。魏无羡难得老脸一红，大叫道：“哎呀，蓝湛你居然取笑我！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